去年10月，我第一次去了冲绳，成行的原因只是因为我突然有休假，然后看到冲绳机票蛮便宜的，就在什么都没准备的状况下出发了。之后在那边因缘际会下认识很多当地的乐手朋友，我在这2周也再去了一次，跟当地的朋友聊了很多音乐的现况，还有我的一些小观察，这边提供给一些想去度假、想听听音乐又比较喜欢深度旅游的朋友一些旅游的选择哦。对了，原本我是没有要做这个影片，但是后来想想还是可以记录一下，所以中间有很多画面跟文字是对不起来的，就请大家见谅啦。我拍摄的素材实在太少了，剪得有点辛苦。那如果画面里有哪些地方是你有兴趣，但是我没有介绍到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先给对冲绳没有什么概念的朋友简介一下冲绳的历史。冲绳以前是琉球王国，一直到19世纪才变成日本的一部分。而在2次世界大战时，冲绳是一个唯一打地面战的日本国土。美军在岛上让很多当时的人民走投无路。跟冲绳的朋友聊天时，也会听到很多人的祖父祖母都是在战争时运气好存活下来，才有今天的他们。岛上到处都有基地以及各种战争后留下来的遗迹，包含我到了冲绳的最北端，在那边看到了一些记录关于当时战争走投无路的人们在那边跳海，又或是一些他们的圣地的藏匿处，或是炮弹的痕迹。总体而言呢，冲绳很多观光的地方其实都带着战争的影子，但这点又跟他们的人大部分阳光又正向，成为一个很奇妙的反差。冲绳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琉球王国时期，贸易相当盛行，所以岛上四处可见各个国家的文化，包含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放的石狮子，还有他们跟台湾很相似的饮食习惯。因为环境好养猪，所以有很多猪肉料理；而因为苦瓜好种，所以有很多苦瓜料理。岛上有很多美军，所以除了冲绳人很多是长着一张混血的脸孔之外，他们也有很多料理，有午餐肉，还有墨西哥菜。在这个岛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与自己家乡相似的地方，这点很适合怕在国外饮食不习惯的朋友。另外有些有趣的小地方跟大家分享，冲绳本地人几乎都开车出门，超懒得走路。而冲绳的计程车，印象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是日本最便宜的价格，所以他们也蛮爱搭计程车的。所以如果你到冲绳来玩，就搭起来吧。还有冲绳很常突然飘雨，但因为就是超常突然飘雨，当地人根本就懒得带伞。我已经遇到不止一个冲绳朋友跟我说，看吧，冲绳是没人在撑伞的。冲绳四面环海之外啊，岛上其实没什么山，最高的山听当地人说也不过300公尺，而那霸机场则是在整个岛的比较南边。从机场到那霸市区搭计程车，我记得大概20来分钟，也有单轨列车可以到。而那霸对于冲绳人来说是聚集观光客的地方，他们有许多人都住在比较中部，也就是北谷恰探那边，那边也离观光景点美国村很近。对于来观光找乐子的朋友，我会建议住在那霸市，他们的酒吧林立，我在那边大概整个礼拜都天天喝到早上。他们当地人很喜欢在工作结束之后去自己熟悉的酒吧喝一杯，然后再去下一家喝一杯。我有几天跟当地的乐手一间一间的喝，就这样一路喝到早上。而因为他们有这个文化，所以他们的酒吧也不太会设低消，所以你可以确保荷包跟肚子的容量，就开心的玩到早上吧。自己寻找酒吧的方式啊，由于他们不太喜欢用 Google 地图来评价，所以大部分在地的小酒吧在地图上可能会找不到，或是评价很少。有些躲在大楼里面看起来超可疑的，可能菜单跟资讯也不太完整，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地人去的，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样的酒吧，那就尽管在小巷子里面找吧。然后我发现当地乐手很多人除了平常有一些演出工作之外，他们大部分都会有副业，而这个副业可能就是在酒吧或是相关的店家工作。所以因为店员是音乐人啊，所以聚集的客人很多都是会乐器的人。说到这边啊，冲绳被称为音乐城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想说场地也没有很多啊，券也没有很多啊，怎么会被说是音乐城市？后来才发现，冲绳有很多音乐人退休之后去那边生活，也有很多会乐器的人在那边。我认识很多冲绳朋友，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去东京发展，然后后来回冲绳生活等等，所以常常一问就发现，这个人可能会一点乐器，或是他的某某亲戚会乐器之类的。那在这边，我推荐我冲绳朋友的店，一间是墨西哥料理，每个月会有一次特别的券。那天通常是店家的店休，也就是周三，不过可以看他们官方的 IG， 他们会公布偷偷的券的资讯。所以虽然地图上是公休，但不要怕，走进去就对了。平常也不定时会有一些演出啊，老板是鼓手，打得很好。他的朋友说他长得有点像强尼戴普，另一间也是同一个老板，但平常是一位吉他手店员在顾店，比较是当地乐手去喝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去还从那边其他客人得到很多资讯。他们有一间 X Japan 的爱好者的店啊，不过这次没有机会去啦，下次我有去再分享给大家看看。所以如果你想认识一些当地的朋友，也可以去这里看看哦。再来回到音乐的部分，我刚刚有提到冲绳分成那霸跟北谷那边，那霸市区啊比较多爵士跟民谣的店家，民谣就是他们的冲绳歌谣，他们的歌谣我觉得精神上跟蓝调有点像，
大部分在描述他们的生活或是各种好或不好的地方。以三线加上太鼓，有些比较新的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乐器一起伴奏。他们有一些名曲也是其他日本人大部分都会知道了，所以你晚上到民谣的居酒屋去，常常就会听到现场观光客跟演奏的乐手们大合唱冲绳歌谣的状况。我朋友在这间店有排演出，他们是三线加上木吉他，店里面也有平板可以点餐，所以应该是蛮方便的。像这样的民谣居酒屋，大部分是1小时会有一场，大概20到30分钟上下的演出，像是7点一场、8点一场、9点一场等等。所以除了听表演之外啊，中间有空档让耳朵休息，跟朋友聊天。我很推荐大家来冲绳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有时候还会跟店里的客人一起欢唱跳舞，超级好玩的。而那霸市区爵士店家林立 ，Open Jam 大部分集中在这边，他们通常称 Open Jam 叫 Session， 所以如果你看到店家的节目单上有用日文写 Session 的话，蛮有机会就是 Open Jam， 不妨传个讯息问问看店家是不是可以去 Jam。我在那霸目前出过的店家还没有很多，原本以为没什么选择，后来跟越多越熟，越挖越不得了，能玩或听音乐的地方意外的多，不过大部分都不是每周固定有的Jam，像是这间以爵士为主。但是我去的那一周刚好1个月1次的蓝调卷，或是每周3在刚刚那个墨西哥餐厅楼下的店家，那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什么风格都欢迎的 Open Jam， 也是蛮好玩的。还有这间平常是演出，但是老板很喜欢吉他的，有点美式摇滚风格的店家。上次去因为没什么客人，所以有跟老板聚一下。还有离这边不远的，比较像是地方爷爷奶奶的惩罚聚集地。不过这间就是不插电的风格，整个温馨到不行。而且这间老板说店里面有的乐器都可以借，所以大家空手去的话还是能玩。其他之后有机会去过再跟大家分享吧。而美国村那边则是以 rock 或是 hard rock metal 为大宗，不过 jam 就比较少，大部分是 live house， 所以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而冲绳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地方，他们有不少 music bar， 你可以在店里面选择喜欢的黑胶，大家轮流放音乐。不过这也是听我冲绳朋友讲的啦，这次时间比较短，没有机会去玩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帮我去看看啊。那顺便再提大家最关心的乐器行，对，冲绳上面是有乐器行啦，就是高粱乐器跟岛村乐器是比较大间的。岛村印象中有2间都是比较靠近中部，然后在百货里面，所以如果跟家人去啊，你可以各逛各的，完全没问题。其他在那霸市区的乐器行，我印象中没有看到什么很厉害的东西，大部分就是一些很基本的琴跟一些小东西。但如果你想买冲绳的乐器，倒是可以去看看。另外，在地的朋友跟我推荐靠近那个那霸机场有一间二手商店，里面什么都有，也有很多乐器。那他们说有时候会有在里面买到一些便宜又少见的乐器啦，我也还没去过，我就先推荐给大家去看看吧。这边突如其来的插播一下我在冲绳狂用的日文单字。第一个是 nonbili， 就是悠闲自在的意思，因为冲绳人真的超 chill 的。我在那边走路就被说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因为走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这个在跟冲绳的人聊天的时候其实还蛮好用的。那下一个呢是喜妮，这个喜妮后面可以接形容词啊，像是喜妮おいしい，就是超好吃的意思。那这个喜妮是冲绳话，就是とても，就是很怎么样的意思。大家如果有机会跟冲绳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不妨可以用用看哦。我觉得这2个应该是这次出场率最高的单字了。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冲绳玩的话，我这边提供我的超随便玩法给你看看。反正就是每天中午起床之后先去吃饭，然后找间居酒屋开始喝，然后去 T 表或是去 Jam， 然后再喝到早上。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在地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喝酒行程最后要去吃个牛排比较爽，所以如果想要完成还原在地的 chill 感，就记得去吃牛排。我记得我去墨西哥餐厅 Eluma 进完之后啊，就被朋友带下去楼下的烧肉吃饭，然后吃完再去别间喝，反正就是一定会胖啦。然后每天就是音乐跟酒。另外，冲绳人说自己比较害羞啊，但他们大部分都是蛮热情的。像是我到了一间放很多乐器的居酒屋吃饭，然后因为太在意墙上的3线，就问老板娘能不能弹弹看。结果老板娘很大方的借我玩，后来她也弹了一首3线，然后还唱了民谣给我听。这个地方也是，如果你不太会说日文，他们会有一点点紧张，可能也是怕沟通过程的尴尬，但稍微一点时间适应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其实都很好聊。当然我是会讲日文没错，但是我不会讲日文的朋友在那边也聊得很开心，所以我想语言的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得，大家去冲绳度假的时候也不妨去当地充满音乐文化的店家喝一杯吧。我们下次见啦，拜拜。